各位观众，大家好呀，我是原声带小江。今天咱们还是照例来一起开箱。大家可能是对米奥乐这个牌子，也许有知道的，也许有不知道的啊。这个牌子呢，之前是做这个真无线耳机起家的这么一个牌子，也出过很多这个真无线的型号，包括现在在售的有这个 TH220 啦、TH330，还有这个 TH220 Plus。价格是比较实惠的，就是集中在几百元这个价位段。它声音做的是比较优秀，但是相对来讲，这个降噪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功能，它是比较欠缺的。那想必这个米奥乐的老板也是觉得啊，既然这个声音我是得到了部分发烧友的认可和支持的，那我不妨把这个我声音部分呢发扬光大一下。我抛弃这个传统，抛弃繁文缛节，我就干脆做这么一个有线式的耳机来，看看能不能打动广大烧友的心。和之前这个米奥乐命名方式不同的是呢，这次它这个新品呢是叫寒武纪这么一个名字。大家可能对这个历史呀、生物有点了解的朋友们可能就知道了，这个寒武纪呢是大概距今有5亿之年前，是地球生命大爆发这么一个季节。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包装盒。这个包装盒呢，整体体积还是非常大的。正面呢是有这个 Cambrian 的这么一个英文字样，这个 Cambrian 呢就是这个英文寒武纪的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在这个英文字母下方呢，有绘制了一些这个奇形怪状的这个海洋生物。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这个寒武纪它这个时期呢，地球整个表面是以这个海水为主。那么我这个美术风格呢，就以这个当时流行这种什么什么奇虾啦、三叶虫啦等等这个古生物和这个蓝色的海洋，绘制出这么一片万物双天竞自由的这么一个美术概念。然后包装盒背后呢，大概就是这个耳机的一些参数介绍和这个开发思想吧。是介绍了一些单元配置情况。当然这个全英文的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具体这副耳机声音怎么样，后面它这个单元配置是如何的呢？我们就现在开箱来一探究竟。耳机包装的上层呢，就是我们这个耳机单元的本体，呈现为这个蓝色的状态。然后底下呢就是这个耳机盒。有一说一啊，这个单元镶嵌在这个泡沫里面的这个样子呢，虽然看起来是比较精致，但是因为它这个孔太小，我实在不是很好拿。耳机下层呢就是一盒耳套。像这边这个盒子，它虽然给的很大，但是我掏干净了，里面已经是没有东西了。一边是咱们这个米奥乐品牌的一张名片，另一边其实就只是一张擦拭布啊。这个也是米奥乐祖传这么一个行为了，哪怕是它的这个很多的无线的耳机，它也会给大家一个擦拭布。那这个对大家戴眼镜的朋友来说呢，其实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小的这个擦拭布呢，大家平常擦擦眼镜它也是可以的。这边给到的这个耳套其实还是比较有说法的。米奥乐那边给到的数据是，它用的是这个 Acouston 的AEX07耳套。这个耳套我们觉得整体的佩戴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现在我们凑近来看看这副耳塞的本体。这个耳机单元通体的颜色呢，大概就是由黑到蓝的这么一个渐变的色彩。里面有点像这种磨砂质感，然后外面包了一层透明胶，做出了一些这个颜色方面的层次变化。我认为戴在耳朵这边，颜值还是比较说得过去的。它的做工方面呢，相比之前米奥乐自己家的那些真无线产品，我认为也是有一些进步的，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合膜线或者是毛刺的出现。整体的还是比较圆润的。耳机包内呢是这个乐基宝的线材。它原厂插头是直接给到了大家一根 4.4 这么一个接头。现在来讲，这个 2.5 的接口确实也是不太多见了。很多发烧友您可能小尾巴上啦，或者说是入门的一些播放器了，它是直接会给到大家一个 4.4 的这么一个母座的设计的。这个 4.4 线材直接搭配进来，想来也是可以省去大家给这个耳机去升级线材这么一些繁琐。据厂家给到的资料讲呢，这根线应该是和我们市售的线材不太一样的，是属于一根定制的线材。
也是特意为这个米奥乐的这个寒武纪耳机所特别设计的。大家从这个线材的外观设计上面来，也能看出一些门道了。它是使用这个蓝色和黑色混编的这么一个颜色设计，和我们整体这个耳机的外包装还有这个单元的配色来讲呢，是实现了一个风格上面的统一。好，既然刚刚说了这个耳机的外观部分，那想必很多发烧友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耳机的日常体验，还有声音这方面的内容。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副耳机的单元配置呢，是使用到了这个静电单元、动铁单元，还有这个动圈单元混合搭配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其实对于发烧友来讲其实是不陌生的，像很多超旗舰的塞子，最一开始他们是习惯于使用这么一个单元的组合搭配的。而这款寒武纪呢，它是使用到了2个升阳的静电单元，然后还有这个2个楼式的动铁加1个升阳的动铁，再加1个动圈的这么一个单元配置。升阳和楼式这2个品牌，想必大家是完全不陌生的。基本上市面上比较优秀的高端一些的这个耳机呢，都会采用这2个品牌的这个动铁去做这个耳机。像米奥乐之前，其实他们应该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静电单元的。像他们的这个 TH220 啦、330这2个系列，基本上整体使用的都是动圈加1个到2个动铁的这么一个配置。虽然说这个单元配置摆到这边，它给到的信息量，你正常做一般来讲是不会差的，但是如何把这些信息量给它有机的整合起来，变成富有音乐味的，比较有完成度的整体感的和谐这么一个声音，其实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我也是刚刚去简单的听了一会儿这个耳机，我觉得这副耳机给到我的惊喜还是比较大的。首先这个耳机的单元配置呢，是有这个2个升阳的静电单元，1个升阳的动铁单元，2个楼式的动铁单元，再加上1个动圈的这么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配置。这个单元配置呢，其实最一开始在超级键上面见的也是比较多呀。随着近些年的这个厂商的这个卷竞争，也加上这个大家这个新技术的加入，这一套单元的配置呢，也是逐渐的就下放到了比较中端的，甚至于偏向于入门一点的这个耳机市场里面。那米奥乐呢，也是首次使用这么一种单元配置去进行一个调音，但是就像这个做菜一样，这个原材料你买的够好，但是如果你这个厨子厨艺不精，那可能炒出来的菜那确实也是未必好吃的。那我首先下一个结论，我认为米奥乐他们这个调音团队呢，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水平的厨子。把这几种单元混合进去之后呢，给到整体的声音，我认为是能够称得上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声音的高频部分呢，静电单元就极力去彰显它的这个存在感，给到的这个高频的泛音呢、延展性呢，都做的是非常的不错。第一印象呢，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耳机解析力非常不错的这么一种感觉。中频呢，这副耳机是主要由动铁去完成的，它整体的声音风格和监听耳机呢差的是比较的远的。像这个很多的监听耳机，包括这个拜亚动力也好，这个索尼也好，森海也好，他们那种监听耳机整体给到大家的声音风格，它都是这个人声口型比较清晰，但是这个氛围感和这个延展性会相对弱化的这么一种形式。那它寒武纪的这个人声表达，就和这个监听声是完全相反的，它比较侧重于这个人声的尾音啦、延展啦、扩散的这么一种弥散的听感。那说到这副耳机的低频部分呢，下潜是做到了一定程度的，然后给到的这个量呢也比较均匀，没有说把这个中频或者是高频的这个细给抢掉，整体还是起到一个加强节奏，然后把这个声音的氛围给做出来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副耳机的声场呢，也算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包括聆听一些有气势的电影原声带啦、游戏插曲啦，甚至于一些古典音乐，我认为这副耳机做的都还是比较在行的。你像我刚刚有听这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还有这个泽野弘之给这个独角兽动画所谱写的这个 Unicorn 这么一首曲子，整体这个曲子所表达的这个主题，我认为还是比较清晰的。你像包括这个高达独角兽启动的时候那种庄严、比较有神性的那种
拔高的铜管呢，这种音色，这副耳机还原的也是比较到位的。像这个《天鹅湖》之中，它用单簧管或者说是木管的这种乐器来表现这种生命的活力的时候呢，它这种活灵活现的这种比较纤巧的感觉，这副耳机做的也都还是比较到位的。当然，相对来讲，我们说了这么多优点，这副耳机，它作为这个米奥乐的第一款的有线式耳机，我认为同样也是还是存在这么一些可以进步的点吧。我们认为是，首先就是这个老生常谈的衔接问题。虽然说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设计团队有把这个动圈相对调教的不那么传统，但是它这个动圈还是和这个动铁的音色之间的衔接存在一点点的小的瑕疵的。整体来讲呢，寒武纪这副耳机它声音的调教风格，我认为还是趋向于这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强调爽快感的这么一种表现。像我个人是持有一副这个 Imperial Ears 的奥丁耳机嘛，我认为这副耳机的调音取向可能是与奥丁有一定的这个重合之处的。其实他们在理念方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相近的。它的这个高频风格呢，就和奥丁是有那么一点点像。当然，这个奥丁的单元配置肯定是要比这个寒武纪豪华很多，它给到的这个高频的爽快度呢，也是要比这个寒武纪强。但是在风格方面，确实是比较统一的。寒武纪呢，也是把这个高频的存在感，相对的来说，它去往上拔的这么一种风格，是比较亮一点的，极力的去彰显它的存在感。然后中频人声呢，它也不是稍微拉开有一点空气的这么一种感觉，它是把人声相对来说往前去推，让大家把这个人声的口型呀，还有这个细节，都尽量的听得清楚一点的这么一个状态。相对的来讲呢，也就是说这副耳机在表现一些比较的轻柔或者比较于细腻的这种比较倾向于这个小提琴独奏的这种乐器表现的时候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稍微不那么自然的感觉。也就是相对的来讲，这副耳机它整体的调教方向呢，和咱们这种传统动圈玩家所追求的那种比较高的自然度的那种表现来讲，还是比较有差异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结合这副耳机，4000多块钱，也就是4000出头这么一个售价来讲的话，我认为它的整体的声音表现，绝对算得上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我们无论从它的这个耳机素质，也就是给到大家的信息量，还有就是整体耳机的声音音乐味调教来讲，这副耳机绝对都算是一个比较标杆一点的产品了。大家拿来聆听这个比较快节奏的电子音乐，还有一些周杰伦啦、陈奕迅啦、林俊杰啦、邓丽君啦这种比较泛流行的音乐，我认为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耳机，耳听为实，眼见为虚。具体这副耳机声音表现呢，能不能如您的意？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不妨亲自走一趟我们原声带实体店。我认为这虽然是米奥乐这个品牌所给到大家的第一副有线式耳机，但是我觉得它还是能给到大家一定的惊喜的。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